白帝呢是五方上帝之一，主管着西方，是收获与刑罚之神。大家来听一听白帝这个名字，是不是一听就是那种 SSR 至真典藏级的皮肤名字？咱们再来浅谈一下刚刚横空出世的六代目战机白帝，是不是那把能够打开真理之门的钥匙？白帝呢是五方上帝之一，主管着西方，是收获与刑罚之神。五方上帝即东南西北中五方之神，分别对应着木、火、金、水、土五行，以及春夏秋冬四季，是古人对自然界秩序与宇宙规律的象征性的表达。白帝与秋天、金元素以及收获与刑罚的神力紧密相连，是古人对自然界秩序与宇宙规律的象征性的表达。人们还常常把白帝称作是少昊或者玄霄。少昊又称青阳氏，是黄帝的长子，他还被认为鸟类的始祖，象征着百鸟之王。另一种说法，玄霄这个名字中的玄意指深远和神秘，而霄则与声音相关，暗指白帝具有沟通天地、号令万物的神力。想象一下，这位西方之神似乎不仅有着丰收的能力，还有着深邃无边的神秘气息，既能带来丰收，也能号令风云，操纵天地。然而白帝的形象并不止于神话，它也深入到了历史的长河之中。比如在东汉初年，公孙述这位出身扶风茂陵的豪杰，因在蜀地称帝，并崇尚白色，自号白帝，所建的城池也因此得名白帝城。这座城呢，不仅见证了公孙述的雄心壮志，更承载了蜀汉末年的一段悲壮历史。当年刘备在临沂之战败北，退守白帝城，就是在白帝城将大汉江山的重托托付给了鞠躬尽瘁的诸葛亮，从而上演了白帝城托孤的千古佳话。白帝这个名字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它不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符号，而是富含哲理跟象征意义的文化载体。它传递的不仅是一个神的名字，更是对自然、对时间、对季节变迁的敬畏。它与五行、五方、四季等元素紧密相连，体现了古代文化对宇宙、自然和生命的深刻理解。如果上天创造了一道光，那么你就是那道光。欢迎各位家人们，这里是老友记，我是大钊。今天的开篇呢，给大家介绍了五方上帝之一的白帝。因为熊猫在毛主席生日当天祭出了六代目战机，有人把它称作歼36，有的人又把它叫做白帝。大家来听一听白帝这个名字，是不是一听就是那种 SSR 至真典藏级的皮肤名字？咱们再来浅谈一下刚刚横空出世的六代目战机白帝，是不是那把能够打开真理之门的钥匙？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看看老美最先进的五代机 F-35的极限速度可以达到 2.82 马赫，而熊猫的歼20极限速度已经可以达到 2.8 马赫。如果说这个速度领先的还不够明显，是阻碍熊猫收复弯弯的一道坎儿，那么六代目的意义就是完全带领熊猫迈过了这道坎儿。六代目的速度据说可以达到高超音速。高超音速是什么意思？就是物体移动的速度超过了5倍音速以上，而熊猫的六代目战机就可以达到这个速度。这岂不是一下子迈进了六道仙人开启的另外一个领域？那么话再说回来，当前最不好受的估计就是大洋彼岸的那个号称第一军事强国的老美。说到新型战斗机，我们不得不提到老美目前正在研制的第6代战斗机 NGAD。虽然美国国防部在这方面一直不遗余力，但到现在为止，这款新型的战斗机尚没有任何型号进行过试飞，甚至没有相关的照片或者来自官方的一些曝光数据。说重点就是老美现在还没有第6代战机。
曾经一提到新型军用飞机的研制，首先就得说到老美。大家都知道啊，老美在这方面向来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美国最大的国防承包商之一洛克希德马丁一直在进行一些十分保密的项目，特别是他们旗下的一个部门臭鼬工厂，专门负责那些不为人知、绝对保密的军工技术研发。臭鼬工厂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神秘感十足？实际上呢，它背后代表着美国军工企业在隐形技术、超音速飞行等领域的领先地位。然而，随着熊猫近年来在军事模式的快速发展，世界的目光开始转向了北京。熊猫工程师在新型战斗机领域的进展已经不再被认为是落后于老美的，甚至可以说，熊猫在一些关键技术上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开始展示出强大的竞争力。大家可能还记得10天前，熊猫突然曝光 MD-19高超音速飞行器，也叫临近空间飞行器，这也是别国没有的熊猫国之重器。这几年呢，熊猫的科技及军事技术遍地开花，像什么航母啊、军舰什么的，就像下饺子。这不，四川舰也刚刚下水。那言归正传，咱们继续谈一谈刚刚曝光的熊猫6代战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猜测之一是关于这款新型战斗机可能配备3个发动机。这3个发动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首先，3个发动机能够提供更高的速度、更强的机动性，并且能让飞机进行一些更为独特的飞行动作。除此之外呢，发动机数量的增加还能够大幅提高飞机的安全性。如果有一个发动机发生了故障，那其他发动机的补充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从而提升了飞机的容错率。咱们可以来做个对比啊，比如说 F-35这款美国的5代机就配备了1个发动机，而欧洲战斗机跟美国的 F-22以及俄罗斯的一些战斗机则配备了2个发动机。相对来说，2个发动机的设计能够提供更好的动力跟机动性。但是啊，如果未来的第6代战机真的采用了3个发动机，那就意味着飞机在性能上的突破可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那么3个发动机到底能给战斗机带来些什么样的变化？首先，速度跟机动性的提升显而易见。想象一下，未来的第6代战机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可能像一只鹰一样迅敏，随时可以迅速做出调整，避免敌方的攻击，甚至可以同时发起反击。同时呢，3个发动机还可以让飞机在执行长途飞行任务时更加节省油料，具备更强的续航能力。那么什么是6代战机？6代战机作为未来战斗机的代表，通常具备高超音速的飞行能力。就像俄罗斯公开的第6代战机项目米格41为例，其飞行速度可以达到4马赫甚至更高。这样的速度不仅意味着6代机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爬升至近地空间。在探讨6代机与近地空间的关系时，咱们先来科普一下什么是近地空间。近地空间通常也被称为临近空间或者亚轨道空间，它指的是距离表面20至100公里的高空区域。这一区域对于传统飞行器来说是一个相对陌生且充满挑战的环境，但对于6代机这样的高科技产品来说，它们能够在该区域进行高速机动，执行各种复杂的任务。而身为6代目的白帝，同样有可能达到短暂突破地球大气层，从而进行太空作业的作用。难不成电影里演的星球大战马上要照进现实了吗？还有，6代机可能还具备现代隐身能力，这让它在近地空间飞行时更难被敌方的雷达侦测到。这种隐身能力不仅提高了6代机的生存能力，还让它能够更好地执行侦察、打击等任务。那么了解完机体性能，再来熟悉一下它的智能飞行控制系统。这是6代战斗机的一大亮点，飞行员将不再需要处理繁琐的飞机操作。未来的飞行员只需要通过简化的操作界面与飞机进行互动，而飞机的核心任务，例如飞行轨迹、战术选择等，都会由智能系统自动处理。这人工智能系统将实时分析复杂的战场环境，自动优化飞行路径跟战术决策，不仅大幅减轻了飞行员的操作负担，还能显著提升战斗效率。在敌我复杂、环境严苛的情况下，飞行员能将更加专注于战略决策，战斗机则会依靠 AI 来确保在动态战场中的最佳表现。第6代战机最大的特点之二就是它能做到聪明到足以自主作战。
飞行员将不再是唯一的决策者，智能系统将帮助飞行员完成更多任务，比如战术决策、敌我识别、目标指引、任务规划等等，甚至战斗机可能还具备自动修复的功能。没错，未来的战斗机能够自主检测跟修复一些基本的故障，减轻维护的压力，能够确保战斗机始终保持战斗状态，甚至在战斗中能够继续作战，而无需飞行员担心任何技术上的问题。最后呢，飞行员辅助系统的增强现实 AR 或全息显示技术将带来革命性的突破。未来的第6代战机飞行员将能够通过高度集成的显示系统，实时掌握全局的战场信息。想象一下，飞行员通过 AR 眼镜或者说全息显示技术，能看到一个立体全景式的战斗环境，信息直接在视野中融合呈现，什么敌我位置啊、目标动态啊，都能够精确显示，让飞行员可以在空中获得了超能力，就像在电影《钢铁侠》里看到的那样。那这样一来，飞行员的反应速度跟决策效率将大大提升，甚至能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中做出一些更加精确的判断。总结下来就是，未来的第6代战斗机将不再是单纯的依赖飞行员操作的一个工具，而是一个拥有高度智能的作战平台，能够跟飞行员协同作战，甚至自行做出一些复杂的决策。飞行员将拥有更多的时间跟精力去进行战略部署，而战斗机本身呢，将成为一台能够自主执行任务、解决技术问题的智能作战系统。这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飞行员跟战斗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控制与被控制，而是一种更加深度的合作与互动。这科技的飞速发展正在让未来的战争场景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们也正在见证着一切的到来。在今年11月的珠海航展上，中国展示的第6代战机模型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然而呢，近期曝光的飞行画面与此前展示的模型相比，外形变化上有点大。这款新型飞机的机身可能比之前的模型更大，甚至有评论估计其长度可能达到25米，有些人认为甚至能达到30米，翼展预计约为20米，武器载荷高达6吨，航程也能达到6000公里。如果真是这样的，那么熊猫的这款飞机比美国最强大的型号 F-22体格更大。一架战斗机具备这么强大的载荷跟超远的航程，意味着它能够在更远的战区展开作战，甚至在敌方的后方执行高风险的任务。白帝凌霄震四方，云涛翻涌日月长。龙吟虎啸惊天地，凤舞麒麟耀八荒。千山万水皆俯首，万邦来朝共颂扬。神州大地承恩泽，永镇乾坤耀四方。感谢各位家人们跟大招一起在《老友记》燃烧青春的热血，点赞订阅不迷路，下期再见。